子胜，你舅父死得早，你们霍氏全族就剩下你这一点血脉了。我和陛下都盼着你能早日成亲生子，好为你舅父全族供奉点香火，免得让他们在九泉之下无人祭拜，成了孤魂野鬼。至于有人要挑剔你心腹，那都是放屁。是。我也盼着子胜早日结亲生子。你看那程氏年幼身小，门第不显，怎堪以11郎为配？我家玉昌呀，你家孙女有你这种欺负人兄长死得早的大母，婚事就甭想了。你忤逆长辈！子胜，你可听好了，你想娶谁，你就娶谁；你不想娶谁，没有人可以逼迫你。如果还有人要拿婚事来要挟你，那朕就要让他生不得，死也难。听清了没？我就是一说，子胜的婚事自有陛下做主，旁人哪能多言？我就是想让淳于氏受到应有的礼待。好，要说霍家隐士了，子胜两口子留下，其他的皇子们都退下。你为何要护着霍君华？当年活该差点害死你。叔母，我与霍君华之间的关系，还用得着您这位长辈来挑拨离间吗？我与他相识几十年，便结仇几十年。他泼过我热汤，我撒过他铁钉。有一次，他还诓骗我出门，让我险些遇了匪贼。正是呀。既然如此，如此什么如此？即便他人品再不堪，那淳于氏也不是个好东西。叔母，我劝你还是悠着点儿，别为了护着他，把自己给折进去了。你若是再为淳于氏说话，我就要评论评论叔母您的功绩了。下回我可不会再遣开众皇子公主了。你们提及过往，我也插不上嘴。如今这顿饭也算散了，待会儿我们去奉贤殿祭奠霍氏全族。阿恒妹妹，你也一起吧。不然呢？我出永乐宫，不也正是为此吗？哎呀，今日这是闹的，哎呀！瞧什么呢？这般出神。见过太子妃，可都准备好了？我在帮姬通阿紫将贡品摆放妥当，一会儿一起祭拜。你在长秋宫聆讯，自然要帮母后辛苦些。啊，对了，我来送祭祀用到的香丸，放在何处？给我收下便好。
火折子我也一起收下了。你方才为何对着霍将军的画像出声？我是觉得霍将军与子胜倒是有几分相像。都说外甥萧旧，这也没什么稀奇的。不愧你与子胜情深，一眼便瞧出来了。哪有太子待太子妃好啊？我听闻朝中大臣都奏请太子殿下另娶侧妃，太子殿下都不曾允许。皇兄不答应，并非因与楚妃感情好，全因曾经沧海故人难忘。楚妃，我说的可对啊？三公主，此处还未布置妥帖，还请三公主移步偏殿休息。我是特意来寻楚妃说说话的。今日在席上，楚妃不是与我母妃挺多话说的吗？如今怎么不说话了？楚妃性子如此沉闷，还穿得如此寒酸，如何能令皇兄心仪呢？三妹还是莫要取笑我了。我忘了，母后要求缩减宫中开支，楚妃母族不过普通农户，缩减用度后，恐怕捉襟见肘了吧？能支撑东宫这么久，确实为难你了。这祝岛用的香丸价值不菲，之前我还怕楚妃凑不齐银钱买呢，耽误霍将军祭祀。以我皇兄对楚妃的厌恶，怕是不会为你辩解。不打扰你们互相可怜了。我呀，起来！你们要压死我吗？三公主可曾伤着？少假惺惺，逞上伤，给我等着，迟早收拾你。三公主素来瞧不起我，她对我冷嘲热讽惯了，我也早已习惯。你方才不该为了我与她起冲突的。怕什么？我就是觉得她好笑，明明是三公主，非要上一个抱虎伤骨似的，这么爱炫耀。当年圣上四处征战，岳飞随军，三公主自小寄养在小月侯家中。小月侯夫人出身商贾，那些商户女娘素日最爱攀比衣裳首饰，所以也养成她骄奢的性子。圣上处处提倡节俭，她还穿得这么花枝招展，也不知道何来的银钱。她跟着小月侯，自然就有生钱的法子，不似我这般，娘家也靠不住。你既得罪了她，从今日起见着她可要避着些。她性子乖张，睚眦必报。我也性子乖张，我也睚眦必报，日后就看谁报得过谁吧。太子妃，方才他说的沧海故人是谁啊？事情都已过去了，不提也罢。哦，霍兄，朕思你15载，一却不得入梦，多怪朕当年没有及时救下顾城，朕当真是有愧于你呀。事到如今，斯人已逝，也就不得为辩了。
凡我文氏子孙，日后要牢记今日之荣耀，是霍氏给予我们的。子申啊，给你舅父磕个头，让他好好看看你如今的模样。为霍氏家族上香祭奠。受伤妹妹，这香粉容易迷眼，你可小心点儿。什么东西？燃烧起来！快灭火呀！快！灭火呀！快呀！别愣着，快将三公主的外裳脱去！是。别碰我！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那身野鸡裙，我让你换也不换，是连小命都不想要了吗？给我脱了！你脖子上还戴着什么玩意儿？一定是你，是你在我身上做了手脚，故意害我出丑。今日霍氏祭奠，谁允许你穿成这样？这已经是3令5申，在宫中要杜绝奢靡之风，以消天下。而你呢？他朕的旨意当成了耳旁风啊！在你的眼里，还有没有朕这个父皇啊？父皇恕罪，我本是无心的。今日是我去探望母妃后，才得知祭典一事，又着急去长秋宫赴午宴，衣裙已无法更换，所以才不得不用母妃外袍遮掩的。霍氏祭典每年一次，你若不记得，那更是可恨。你身为公主啊，是天下之俸禄，却不曾
将建国的恩者铭记于心，着实该大。父皇，三妹此事确实做错了，还请父皇重重责罚。只是此为家事，今日又为霍侯祭奠之日，不便当着霍侯的面惩罚三妹，令他临下难安。不如回永乐宫中再做处置。父皇，我表哥宣驸马1年俸禄不过300贯，三子此身绫罗珠宝，怕是不下100斤吧。这几日孩儿常看三子颇为阔绰，有时一日能换3套首饰呢。身为公主，财源不明，可并非区区家事啊。对呀，你倒是说说，你是从何处获得如此多的财富？我与人合开酒楼所赚。这是何意啊？父皇，这是三妹领地流通的伪币。三皇兄，你我一母同胞，你竟告发我？我只知律法有文，皇族子嗣私自铸币，本该就与叛国同罪。你我先是父皇的臣子，然后再是兄妹。你竟敢自己私铸伪币啊！建国不过10几载，你这是要灭朝亡国吗？不是我，儿臣并不知情啊。母妃救我！母妃救儿臣！儿臣封地并无矿山，如何铸币？父皇，我冤枉啊！父皇，儿臣已经命人拿下了运送此币之人，审问之下已经确定，这些伪币都是寿春所制。寿春是小乾安王的封地，更是老乾安王属下彭坤统领，那可都是宣家人所为啊！儿臣是被他们连累的，父皇。三妹，你莫急着要撇清关系，这些伪币能够流进你的封地，那也是你监管不当，罚你也不冤。子申啊，你就同姬尊一起去查吧。倘若此事真是小乾安王所为，那就此收回他的寿春矿山吧。父皇，他们铸币，为何小乾安王只是收回矿山？为何不杀了他？就因为他们有恩于皇后宣氏吗？住口！事已至此，你还不思悔改，还妄图胡乱攀扯！来人呐，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狠狠的打！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加倍艾特羊奶粉突破10大喂养效果，给宝宝更好的营养。加倍艾特，邀您精彩继续。轻点，轻点！痛苦。岳飞，药已换好了，臣告退。妹妹还有心谱曲呢，
那圣上分明就是偏心呢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三兄若觉得罚的不够，我可央求圣上再打一次，务必打断他的腿才好。私自出殡是强害小王爷，女儿也不过被侠主所骗，才会令伪币在封地流通。父王为何就责打我一人？我不服！少说两句，此话骗骗你自己也就罢了，在封地用伪币，明明是你有意为之，否则你哪来的钱财买那一身富贵衣衫？哪来的钱财买那些珠钗头饰呢？妹妹，还有兄长你，三公主她没脑子，断然想不出这种文修君在前冒险，他暗中在后挣钱的法子。圣上没有责令严查，那是为了要给我们岳氏留那么点脸面。三皇兄如何会知晓我封地流通伪币？定是有人背后在对付我们岳氏。要么是长秋宫那位，要么就是那林不疑，还有那陈阳上。我为他设计我，为了以保他搬出货，我何也会被父王发现？还不是你蠢！我怎会生出你这般蠢笨又眼皮子浅的女娘？我倒要感谢陈少商，若非他一番设计，加之你三兄主动揭发，日后你还不定要办出多少有损我岳氏颜面的事来。阿恒，阿恒，阿恒啊，阿恒，你自小跟随圣上，你与圣上才是真真切切的原配夫妻。可是圣上心里也这样想的吗？长秋宫为何处处能压你一头？这一次，圣上就是看在长秋宫的颜面上，才饶过小前王。可是你呢？那可丝毫没顾及于你的情分，如此重罚三公主。三兄，我曾说过，若谁再提此事，必重罚。你不让我说，我偏要说。阿恒啊，当年我们跟随圣上，他身无长物，那起事兵马全部都是来自我们岳氏。圣上对你一见钟情，更是天下要定娶你为妻。可是谁知道，这青梅竹马终究还是敌不过江山伟业。为了借宣氏钱财，用宣氏兵马，又纳入了宣氏，这其实都无所谓。可是于情于理，你在先，他在后，怎么这皇业已定，他就可以母仪天下，你却成了妃嫔了呢？这不公平啊！宣氏为圣上谋天下，倾尽全部身家，曾经追随圣上的霍氏，也已失去了全族性命。可我们岳氏，好歹还有你我兄妹二人。圣上为了安抚我，特命两宫同位，这对母仪天下的皇后何曾公平？对疯癫痴傻的霍君华又何曾公平？三兄想要的我都知晓，今日我也把话放在这儿，我想要的都已得到，你心心念念的那些，我岳衡一个都不稀罕。今后少打着我的旗号给我惹麻烦，若是再有下次，休怪我不顾念兄妹之情了。
阿兄，阿兄，阿兄，你看，你看呀，你看我今日这身打扮可光鲜，我穿着它去见文家阿兄可好啊？甚是好看。上次乾安王寿宴，我就穿的是这身，生生压过他岳衡。你可曾得罪过岳氏？我恨岳衡，命人绑了他。若不是兄长和文家阿兄及时赶到，那岳衡早就凉透了。谁知文家阿兄从那日起便不理君华了。那以你对岳氏的了解，倘若你我二人遇险，小岳侯可会及时来救？阿兄，你这么厉害，怎么可能遇险呢？不对，岳家军没有来，老乾安王也没有来，他们一个都没有来。阿兄，你死了。早在10几年前的故城，你就死了，你死了。居然在校府内藏珠宝红纱，这岳家分明欺人太甚。幸而有程家四娘子将此事戳破。以前还不觉，现在想想，若是能得个如此有仇报仇的少女眷，实在过瘾。少主公，如你所料，小岳侯与三公主合谋，引诱文修君上当，怂恿小乾安王在封地私自铸币。咱们暗中将消息告知了三皇子，他也果然大义灭亲。可惜圣上依旧打算息事宁人，只当此事是妇人贪财误事，不再深究。擅自铸币本是死罪，但若此事牵扯三公主、文修君、小岳侯，那圣上为了公平起见，只能轻拿轻放，大事化小。这次我助老乾安王儿女逃脱死罪，也算是还了他当年愿舍命救我舅父的恩情吧。圣上明知道以三公主的能力不足以办出此事，却依旧不追查小岳侯。咱们要是想动小岳侯，只有让他犯下更大的过错。这小岳侯华不留手，想让他露出马脚可不容易。那文修君若是有他一半的脑子，乾安王一脉也不至今日。他本就是靠着少主公才逃过一劫，却还不消停。你们瞧，今日他又暗中给他的儿子王龙送信，被我们截下了。乾安王族怎堪此辱？失我寿春，何能立足？叛而出征，以剿匪之功，重立威名；缴得钱财，以资令救。真是蠢货！自己的父亲死得不明不白，也不去查，整日里就只知做这些贴补弟弟的蠢事。你们就将此信原封不动地送去王龙那里，再向山匪透个信，说圣上剿匪，不胜不归。少主公是想让那王龙被擒，留着王纯父子这两个蠢货在场，迟早祸国。就让他们因为此事被罢官，也好过将来犯了大错，
家族尽灭的好。哎呦！绣个嫁妆也能将手刺破，那这日后如何做得子胜的心腹啊？皇后一直向朕美言说你呀聪慧周全，倘若真将这长秋宫的寿宴交于你来操办，你这般毛毛躁躁，可操办得了啊？确实操办不了。陛下，少商进宫学规矩不过月余，诸事不懂，哪抵得上鸡通阿紫，八面玲珑？再说，少商还要听陛下吩咐，日日留出心力与林将军花前月下谈情说爱，哪抽得出空子来置办皇后寿宴这般大事？陛下，你就不要难为少商了。朕就知道你要推脱，明明是你自己知难而退，偏要把这些责任推脱到朕的身上。好，这回寿宴呢，朕偏要让你来操办，就不由得你啊多清闲。什么？王龙带人去剿匪，竟然全军被困。子胜，这该怎么办呀？我该如何向父皇禀明啊？王龙擅自带兵出征，私自行动，陛下知道后定然会大怒。若想保住其性命，可令其父王纯辞官。陛下念及前安王情分，也许会饶他一命。可我这外姑父王将军正值壮年，如何能治事啊？子胜，要不然悄然带兵出征，解救王龙后归来，这样父皇便不会知晓了。殿下擅自带兵出征，乃是欺君之罪。可王将军毕竟是我外姑父，殿下，你身为储君，圣上最不喜的便是你与外戚走动过境。身为天子，可屈群臣，不可为群臣所屈。再者，那王纯本非将才，若非殿下为其谋得职位，他远不配领兵统将。殿下，你将来继位，眼中所见，心中所想，不能只是一家一族，得是千家万户。为君者，不可任人唯亲。陛下，陛下可要三思啊！这宫中如此多的皇子公主，你将皇后这么大寿宴的事情交于我来做，我怕我实在是做不好。倒也无妨，日后你嫁与子胜，总要操持府内事务，迎来送往的也是难免。余信你能行，就不必再推脱了。陛下，太子殿下求见，似有要事。母后，皇后，你可得跟我好好说说，往日的千秋宴都是如何办的？这个我可是一窍不通。也就是跟百官饮酒用膳，
只是比平常家宴多了歌舞庆贺罢了。他这是擅离职守，如今还被贼匪扣了，此等行为你还维护他？皇后，方才我兄妹鸳鸯，你看着如何？皇后，缓兵之计，如此荒唐变言，你也说得出口吗？为维护王戎这个蠢货，你誓要欺君吗？你身为储君，当懂得国事家事，孰轻孰重，任凭再亲近之人，若犯国法，也当从严处置。你看看你今日求情的为亲模样，堪称得上一个储君吗？皇后若担心太子殿下，我可借送茶之时偷偷去查看一番。不必了。太子被圣上训斥，也非首次。圣上发过火，过几日就会算了。都怪于教子无方，才会让太子随了鱼的脾性，软弱寡断，任人唯亲。谁说的？皇后是这世上最温柔体贴的女子，太子殿下便是随了皇后，才这般的得人心善。待日后太子继位，定也是一位宽宏仁厚的明君。若他只是寻常人，于定会为有如此良善的孩儿骄傲。可他偏贵为储君，他日是天下之主，这便不值得骄傲了。储君为何不能良善仁德？这是何来的道理？圣上开朝不过10余年，根基尚且未稳，时时刻刻需要做生杀决断。太子虽宅心仁厚，但未必是最适合高位人选。若他只是个寻常孩儿，而鱼只是个寻常阿母，那该多好。也不披件衣裳，万一着凉了，如何进宫服侍皇后啊？阿嬷，我出生之前，你可有想过我会是怎样的人？怎么，突然问到这个问题？今日皇后跟我说，她希望太子是个平常孩儿，哪怕庸碌一生，但只要快乐、平安，便就是最好的事情。阿木也是此般想的。我就知道是我想太多。阿母最不喜欢碌碌无用之人。阿母心中的孩儿，定是像洋洋阿紫那般乖巧懂事，又怎会是我这样又不听话、顽劣固执的女鸟？是我令阿母失望了。娘娘回去睡了。
夫人怎么了？为何不回屋休息啊？刚才袅袅问我，期待他今后成为什么样的人？大半夜，他怎想问这些没头没脑的话？今日皇后跟他说，希望太子做个寻常人，远离朝堂是非。袅袅也是第一次体谅到了做父母的辛酸。不过，不是为了我们。人长大，哪只有父母2位老师啊？从他人处学来也不是坏事，总比一辈子都不懂体谅父母强吧？嘿嘿嘿。夫人怕是吃醋，袅袅从皇后处学会了体谅父母吧？这有什么呢？我只是说说而已，夫人不要生气啊。该不会不让我回屋吧？三皇子日后鹏程万里，吾等还得仰仗侯爷呀。吾等本是同殿同僚，自然是要相互扶持。放心，放心。夜已深了，吾等不打扰侯爷了，就先行告退了。啊，好。诸位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更议太子的谗言还不知道是真假呢，这帮人倒是懂得适时投机呀。不过是迟早的事，如今越是如日中天，朝臣攀附也是人之常情。田掌柜，今日千里的罪可还有的吗？我定要与他们不醉不归。见过五公主，千里罪都给公主留着呢。臣见过五公主。哎呦，真巧啊！我与诸位幕僚们引荐一番，这可是我未来军舅呢。五公主还真是好雅兴啊，只是不知今日来此，长秋宫可否知道？我还没嫁到你们岳氏，便这般迫不及待的想约束我，我可是公主小月侯，这天下姓文不姓岳，与文氏并肩者，只有我母族宣氏。田掌柜，侯爷，我知道你这里可以请伶人弹唱。我儿心腹性子不羁，总喜欢结交一些俊俏郎君。我既是他的军舅，就应该投其所好，送你一些见面礼。小的明白。还有，朝中的一些传闻也应该让我家心腹知道，毕竟马上就是一家人了，彼此分忧也是应该的。侯爷放心，小的并无其他能耐，只是经营许多酒楼，迎来送往，消息也比旁人传得快些。田掌柜，你可是有大能耐的人呐！哈哈哈。
楚妃也在，另有许多皇子公主，圣上为何要将此等苦差事都要交于我来做？我倒觉得父皇此举英明。平素这些采买用度，我都要算上好些日，你这才半日便好了。再说了，长秋宫寿宴，身为母后子女，无非就是太子殿下、子慎与小五3人，难不成还指望小五啊？若只是算账还好，为何文武百官家眷位置安排也要由我来筹划？我这人还认不齐呢。父皇母后呢，也是想让你尽快将宫中事务熟悉起来，故而特此命我来协助于你。这当十一郎心腹可真难，比掌管一县还难。想到之前华县重建时，我也不曾如此头疼过。我也从未想过，自己的夫君会是一朝储君。我的母族原指望依靠我飞黄腾达，可却不知我实是无能为力。他们明里暗里总是非议我背祖忘宗，可是其中的苦处，又岂是旁人可知？楚妃千万别这般说，你与殿下都是宽厚之人，明明就是旁人，贪心不足。太子殿下也是念及亲情才会替王将军遮掩，但是天家无情，如此重情重义，反倒是过错了。我也实在是弄不明白，重情重义怎会是过错？若太子殿下失了仁德之心，这才会令人不齿。这世上之人，个个都说大道理，偏我觉得，做人无愧于心，对得起自己就好。皇兄呢？皇兄呢？我要见他。五公主，太子殿下正在书房议事，今日不宜见客。此书轮得到你回嘴吗？东宫也是你配待的地方，滚出去！父皇命少商为母后筹备寿宴一事，我也要帮衬一二，是以特请少商过来。东宫地位眼看不保，你还有闲心在此处装贤良？今日此事就议到此吧。皇兄，太子殿下，臣等先行告退。五妹，何事在这大吵大叫的？那废物王龙要死便由他死好了。皇兄为个草包惹怒父皇被废除，可还值得？五妹，王龙也是你的从外兄，你怎能说出这般凉薄之言呢？我凉薄，永乐宫三皇子对储君之位虎视眈眈，你却做出这般糊涂事。若你太子位不保，日后天下可还有我们长秋宫众儿女的立足之处吗？你心中就只有权势，没有亲情吗？若无耻之自保，视亲人的安危若无睹，那这太子不当也罢。你以为你配能得？若我是男儿身，这太子位还真轮不到皇兄。还请五公主慎言。你如此咄咄逼人，就是笃定太子殿下不会与你计较。殿下若真如你所说那般当机立断，五公主，你此事早已被定罪。五妹，你口口声声说殿下不该惹怒父皇，可你3番4次拒婚，难道不也是在惹怒父皇吗？殿下从未干涉过你的婚事，你为何因权势地位不保，便对着殿下发火泄愤呢？皇兄当然不会干涉我的婚事，当初他再心不甘情不愿，不还是娶了你吗？宫中何人不知晓皇兄心中人究竟是谁？皇兄是可怜你家境贫困，被绝婚后无地可容，你才能在储妃位上安坐。五妹还是请回吧，日后无事就不必来东宫了。待你出嫁月氏之时，吾定会替你添妆。
你真是冥顽不灵，非要与王家人共沉沦。我这就去找母后说理去。皇后如何了？五公主闹了一番，将皇后气得心悸，此时不肯言语，也不肯用膳。我去劝。可皇后谁都不想见，怕是程娘子去了也无用。父母生病劳虑时，嘴上虽说着谁也不想见，但心里不知多盼着孩儿能冲进去。只要不信，不信我有法子。皇后一整日都未曾进食了，多少吃些吧。坊间传闻，莫要放在心上。皇后，快瞧瞧，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来。皇后胃口不好，不想用膳。我不是来劝皇后用膳的，我是来找皇后帮忙的。皇后快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在自家院子里种的胡瓜，忙了好些日子才种出这一些呢。胡瓜可是西域的贡品，我没有吃过，但是皇后吃过。皇后帮我品鉴品鉴，我这胡瓜跟西域的胡瓜是否是一样？怎的如此咸？哎呀，我拿井盐腌制过了，不过拿出来的时候我又放了一遍盐，我忘记了。既然如此咸，赶紧喝口粥压压。还是咸吧，再喝一口。你这胡瓜倒是开胃。如今鱼也吃了，这下你该放心了吧？我又不是来找皇后用膳的，我是来找皇后帮忙的。皇后还未曾说是我这胡瓜好，还是西域的胡瓜好。就你鬼主意多，咸成这般，让我如何比较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晚些再做一些甜的过来，皇后再尝尝甜的如何？甜的也压不住咸的，那就酸的，酸的定能压得住啊！你这孩子真是赖皮，就你这手艺，我要咽下这些胡瓜，得用多少粥来配呀？皇后要是愿意多喝2口粥，少商求之不得呢。口中还是觉得咸，那便就多喝2口。走，快走吧，走。里面有程娘子服侍，你我就别打扰皇后与程娘子说题计划了。想不到皇后在宫中还能遇到这般宽心之人，十一郎真是挑了个好心腹。
洛娘子怎么不进去服侍啊？少商妹妹在里面陪皇后说话，翟敖特地叮嘱过，你我别去打扰他们。这武将女真会找机会攀附，这才进宫几日啊？怎么，有她在的地方，你我便都不能踏足了吗？咱们还没嫁去西北呢，倒是她先登堂入室了。非但抢了皇后不说，就连林将军也……若是洛娘子能嫁给林将军，我们又何必去那西北苦寒之地啊？春条住口，此事不许再说。西北再苦，也是你我的命。有人天生命好，嫁得如意郎婿，又有帝后庇佑，你我也怨恨不得。洛娘子，你就是脾气太好了。要是换做那几位公主，看谁能轻饶她。想高攀帝后，也不看看人家亲儿女答不答应。皇后，寿宴就用这胡瓜做开胃小菜，如何？还是用些寻常物吧。如今宫中倡导节俭，余岂能带头用这些西域食材？少商已将种胡瓜的法子给琢磨明白了，自个儿就能种，就此也不糜费了。到时候还可以让子申过来帮忙，离地一大棚，店里找个空地就能种，让文武百官们也尝尝这西域的胡瓜是何滋味，可好？改日啊，我要向你阿父阿母讨教一番，如何教得你这般体贴巧嘴的。我呀，就是不知如何做人父母，才将儿女教得如此失败。皇后，你可得早些宣我阿父阿母进宫来才行。我阿父阿母总觉得我这个人文不成武不就，学问不行，简直就是一无是处。所以皇后，宣我阿父阿母进宫之后，你可得好好夸奖我一番，要让他们知道，并非是我不行，而是他们不珍惜眼前人，总去羡慕别人的儿老女娘。而且你得要他们知晓，像你这样谆谆教诲、不责罚儿女的父母，这才是好父母啊！哪有用眼前人去代教父母与子女的？不过呀，你说的不对，这世间父母都是看自家孩子好，羡慕人家孩子，只是用来教导自己子女罢了。你若让他们用自己的子女去换，你看他换是不换？可长此以往的比较，子女心中怎会不生怨怼？为人父母怎会不知这些粗浅的道理？只是人生不能重来，子女教育职责更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再无回头路。唯有子女强大一分，父母才能安心一分。逼你们，实则是在逼我们自己。母后身体如何？殿下若想知道的话，自己进去看看不就明了了？是我无能，令父皇失望之余，还让母后累得伤心。父皇说吾任人唯亲，只知道感情用事。或许
我真的不适合做太子吧？殿下是觉得皇后是因为你没当好太子，所以才难过的。是因为你难过，你失落，你沮丧，你受人非议，你一蹶不振，所以他才自责，才伤心，自觉身为母亲的他不曾保护好你。殿下虽为太子，不过也是圣上跟皇后的孩儿，你不应该以太子的身份去听王将军求情。不过你可以以孩儿的身份去替自己的外兄求情。亲情所致，何罪之有啊？或许圣上会对心慈手软的太子感到失望，不过作为父亲，又怎会对自己的孩儿有情有义而感到失望呢？殿下，若真是因此而疏远了圣上跟皇后，他们才会真的失望，只觉自己教导失责。多谢陈娘子提点，吾知道了。加倍艾特羊奶粉突破10大喂养效果，给宝宝更好的营养。加倍艾特邀您精彩继续。哼，朕尚未示意，这帮朝臣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易主，狼子野心昭昭啊！陛下息怒啊！朝臣们不过是猜测陛下的喜恶，迎合圣意罢了。哼，朕的孩儿能否担当重任，还轮不到他们来指挥。陛下，太子殿下求见。你说这个孩儿，总算现在知道着急了。叫他进来。殿下，儿臣叩见父皇。起身吧。深夜来此，可是有什么话想要对朕说啊？父皇，儿臣深夜睡不着，想与父皇下盘棋。哎呦，哈哈，你倒是挺有兴致啊。也好。说起来啊，你与朕也已是许久不曾手谈了。嘿，记得当初你刚学对弈之时啊，坐都坐不住，动来动去的，朕呐，恨不得把你就站在这个棋案旁。哼哼。今日有何喜事吗？看你心情颇佳呀。本来不甚开心的，不过解决了一件麻烦事儿，心里痛快了不少。三公主在我舅父继承上受罚禁足，是否也令你心中畅快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破坏霍将军祭典，我只是……你总气我行事霸道，凡事不与你商量，而你
不也是在自作主张吗？娘娘，你如此莽撞行事，我会很担心。你不骂我？你若信得过我，想做的事情都可以交给我来。你在宫中并无根基，树敌这种事还是交给我吧。虽然我说过，无论你做何事，我都会护着你，但也需你给我机会啊。其实今日怎么了？今日皇后心情不佳，因为有传闻说圣上要易储。对了，那日在宴回塔，你可知是谁要针对太子殿下？少沙，这些年来，太子太过仁厚，从不约束身边人的行为，所以那些无德无才之人才会占据高位。朝中不满的人太多了，此事牵扯极广，你谨记，切莫插手。东宫最好也少去一些。对了，你方才说的喜事是什么？皇后今日多喝了一碗粥。父皇，儿臣输了。输了？你以为朕没看出来啊？你中途故意让子与朕，怎么，现在也学着佞臣溜须拍马那一套，不敢迎朕的棋啊？父皇，您可还记得儿臣是如何学会下棋的吗？当年父皇还未出兵，儿臣也并非储君。父皇在老宅院的老树桩上做棋盘，用石块刻字，教儿臣下棋，博弈天下。为了让儿臣喜欢上下棋，还总是让棋于我。儿臣一个刚学会对弈的稚童，竟然可以每都赢得父皇的棋。父皇当时明明都可以赢我，可为何要让棋于我呢？那是因为，比起输赢，父皇更在意儿臣的感受。儿臣今日亦是如此。在儿臣心里，家人的感受比对弈输赢更重要。就算最终都是输，儿臣也落子无悔。朕明白了，叶医生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明日早朝，不要耽搁了。是。尔等的奏章，朕都已经看过了。太子为人宽宥仁厚，忠心恭孝，
并非是尔等议论的那样不堪重用。朕已经决定了，由太子代掌虎符，三军须得听他的号令。赐太子虎符。儿臣谢父皇，儿臣定不辜负父皇信任。陛下，臣有话要说。这王纯纵容其子王龙离驻地去剿匪，置大军于险境。陛下，他们这可是罔顾军令。越侯此言差矣啊！贼匪扰民，王龙将军身为守军，自要护一方安宁，替民剿匪，怎么能说成是罔顾军令呢？我话还没说完，娄太傅插什么嘴？他那是去剿匪吗？据我所知，这个王龙如今已经落入贼匪的陷阱之中，生死还不知道呢。陛下，王龙将军正因为是身先士卒，才遭此险境。臣不明白越侯为何如此的幸灾乐祸呢？哎，什么叫幸灾乐祸？不过是些当年来不及碾碎的草头王吧。这个王龙也是无能，你们评判他的对错有何意义呀？依我看，不如趁机出兵荡平这些匪寇，也正好填补一下咱们国库的亏空。说的容易，吴大将军要告老还乡，凌将军即将成婚，谁去剿匪？陛下，臣愿为陛下先锋，先杀了那帮王八羔子再说。哎，现在我们在商量怎么给王纯定罪，你就别跟着搅和了。我这怎么是搅和？够了吧？你们倒是说得痛快，该轮到朕来说几句了吧？斩匪作乱，民不聊生，王龙出兵剿匪，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只是他呀，贪功冒进，才使这大军陷入险境，实不堪为教。只是此乃王龙之过，与其父王纯有何干系呀？从今日起，王龙的兵马将由他的父亲来接管，其人就地革职。至于剿匪一事，子胜啊，臣在。你就和几位将军共同商议一下，定个策略之后再出发。太子啊，儿臣在。虎符已经交托于你了，届时你将于点将台亲自派兵遣将。是。父皇终于答应，派兵去救从外兄了。子胜，吾思前想后，觉得这虎符在东宫还是不够安全，不如还是交给子胜保管吧。圣上将虎符交予殿下，是对殿下最大的信任。这虎符，殿下当自己保管，不交予任何人。待到出兵之时，殿下还要靠虎符调兵遣将。可是我放心，皇宫戒备森严，只要不将虎符带出东宫，不会有人胆敢觊觎。臣还有一事不明，圣上之前本打算治罪王将军，不知殿下是如何说服圣上的？
多亏了少商点醒我。昨日我与父皇下棋，聊及幼年所事，父皇念及过往父子亲情，决定再给王将军一次机会，也给吾一次机会。子胜，你们夫妻二人，真乃是我的福星。对了，你方才说的喜事是什么？为何一直盯着我又不说话？是你让太子去跟圣上示好的。嗯。如今圣上不再打算追究王纯了，你可还满意？你这是何意？因为你给太子出谋划策，圣上打算放过王家。少商，我叮嘱过你多次，不要插手东宫之事，不要卷入朝中内政。你为何总是拒听？我只是想助皇后解困而已。难道你要让我看着皇后独自难受，我一点忙也帮不上？什么王春李春，我根本就不想管。只是皇后真心待我，我定要为她着想的。那倘若你所做之事为我平添了许多麻烦，皇后视你为亲子，太子当你是亲兄弟，他们抚养你长大，为何现在圣上不怪皇后太子，你反倒不高兴了？你觉得自己做的很有道理吗？那日文修君如何胁迫皇后，你又不是没看见。如今圣上不再追究王家，朝中群臣会将怨恨与不满全部泄于皇后与太子身上。你可知有人始终对东宫之位虎视眈眈？你所做之事，很有可能帮不了太子，反而会害了他。不仅害他，还有可能牵扯到皇后。你这是把他们架在油锅上烹。这些我都不知道，我不曾想到这么多。既然不知道，以后就不要再肆意妄为了。少商，我再讲一次与你听。宫中事务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绝不是你想象中那般简单。我看这世上最不简单的，便就是你了。你总说我不懂，可你从来都没有想让我懂过。你的谋划，你的计算，你的想法，你通通都没有告诉我。我要如何才能避免？我并非不告诉你，是因为这些事太过于错综复杂。可我原本可以不用管这些错综复杂的事情。我原本可以嫁个寻常郎婿，过寻常日子。什么朝堂，什么宫廷，什么圣上殿下，通通都与我无关，临不一业。是你拉我进到此局当中的。我与你本就是两方天地之人。起初面对这门亲事之事，我也彷徨过，犹豫过。在我终决定与你在一起，做自己本不喜欢之事时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，你的天地太过复杂，我这种蠢笨之人本不该参与。我不是在嘲讽你，少商，我只是不希望你涉险。我也是想为你好。我阿母从前也总说这话。
你们都说是为我好，是因为我不够好，对吗？我当真不知道如何才能不改变自己，还要令您满意。可我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不计后果，做事只随自己心意。抱歉令您失望了。少少，今日我自己回去。你觉得自己做的很有道理吗？如今圣上不再追究王家，朝中群臣会将怨恨与不满全部泄于皇后与太子身上。你可知有人始终对东宫之位虎视眈眈？你所做之事，很有可能帮不了太子，反而会害了他。不仅害他，还有可能牵扯到皇后。你这是把他们架在油锅上烹。跟林不义成婚可真麻烦。